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為了哄初戀開心，老公在市中心佈置了盛大的求婚現場，導致交通堵塞，讓出了車禍的婆婆和兒子無法及時得到醫治。我瘋狂給老公打電話求助，希望他能把路讓給醫療團隊，但他卻警告我不要作妖，我不會讓任何人破壞我對葉希的求婚，就算你說的是真的，我也不會有絲毫讓步。婆婆最終重傷，不治而亡。臨死前，她求我給老公10次機會，加之兒子哭着不願離開先生，無奈之下，我答應了。我默默數着次數，在第10次，老公逼我認下初戀孩子時，我終於帶着兒子離開。可他在找不到我們後，卻急瘋了。我用紅筆在紙上重重畫下一道，這表示我老公梁家旭把婆婆向我求來的10次機會又用掉了1次。不過幾天時間，他就消耗掉了3次的機會，現在只剩下7次機會了。我慢慢靠在椅背上，燈光在臉上籠罩出一片陰影，顯得那樣頹廢和無力。與梁家旭結婚這5年，不論他怎麼傷我害我，我都像飛蛾撲火一般愛他至深，總痴傻地認為只要我誠心對他，總有一天他會回以我同樣的愛。可這一切都在婆婆和兒子出車禍，他為了向初戀求婚，棄我的求救於不顧，那天起徹底粉碎。這不僅粉碎了我對他的愛，還有我對他的所有期待。媽媽，先生他還沒來嗎？兒子軟糯的聲音在耳邊響起。他躺在病床上，整個人瘦瘦小小的，看得我眼底直泛酸。說來可笑，先生兒子是我兒子對他爸爸的稱呼，明明是我10月懷胎為梁家旭生的親兒子，他卻不願自己的兒子喊他一聲爸爸。媽媽不是說我出車禍受了傷，先生一定會來看我的嗎？兒子的眼睛閃閃的，裡邊盛滿了孩子對爸爸與生俱來的如沐。我張了張嘴，不知道該怎麼跟兒子解釋。這些年，在兒子需要爸爸的所有時刻，梁家旭似乎都在缺席。為了保護兒子幼小的心靈不受到傷害，我不知道為此編造了多少理由。理由編得多了，很難再想出什麼新的理由了。但又總不能告訴兒子，你的爸爸今天沒有來看你，是因為他陪初戀兒子去遊樂場玩了。我心疼地捧住兒子的臉，星星，如果有一天媽媽要離開先生，你願意跟媽媽一起走嗎？兒子眼裡的光消散，我願意跟媽媽走，但是我又捨不得先生。那你還記不記得奶奶車禍去世前跟媽媽說，再給先生10次機會？提起奶奶，兒子的淚就撲簌簌地往下掉。他年紀還小，雖然不太懂去世是什麼意思，但知道以後再也見不到奶奶了。兒子點點頭，星星記得。我把兒子摟進懷裡，輕聲道，先生已經用掉了3次，現在還剩7次。等先生把剩下的7次用完，我們就離開他，好嗎？好。兒子艱難地點了點頭。我輕輕地揉了揉他的小臉，心卻疼得厲害。可他總是要去成長的，成長到能夠承受住他的父親不愛他這件事。等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我和兒子會把對他的所有感情都割捨乾淨。那時候，他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了。這段時間，我每天奔波在生病的兒子和過世的婆婆之間，連日來的照看和操持讓我身心俱疲。今天是婆婆下葬的日子，我穿着一身白色的孝衣，跪坐在棺木前，目光失神地望着我跟梁家旭的聊天界面，上面全是我對他的祈求。祈求他來見婆婆最後一面，祈求他來醫院看看受傷的兒子，祈求他能回來參加婆婆的葬禮。可我發出去的消息，
無一不石沉大海，打出去的電話也全都被他掛斷。我低頭苦笑，實在想不明白，我和梁家旭怎麼會走到現在這種地步。梁家旭其實是比我大2歲的鄰家哥哥，年少時期他會耐心給我補課，會默默跟在放學的路上守護我，會幫我打跑欺負我的同學。我理所當然地對他產生了少女情愫。就在我鼓起勇氣打算跟他告白的那一天，他高調地宣布了與葉希的戀情。他明知道葉希的媽媽是見不得光的小三，是導致婆婆家庭破碎的元兇，卻固執己見，跟婆婆鬧得幾近決裂。為了跟她在一起，不顧孝道，狠心的再也沒有喊過婆婆一聲媽。可惜兩人的戀愛並不長久，也不知道什麼原因，葉希在梁家旭準備求婚的前一天撇下他一走了之。梁家旭因此萎靡了好長一段時間，我默默地陪在他身邊。那晚醉酒，他突然問我願不願意嫁給他。我壓抑在內心的愛戀，如春風吹又生的野草一般瘋長。跟他一夜纏綿後，我穿上原本給葉希準備的嫁衣，戴上原本給葉希定制的戒指，即便所有的東西都是那麼的不合適，我依舊抱着一腔孤勇，義無反顧地嫁給了梁家旭。只可惜，婚後我得到的只有無盡的忽視和冷漠。我對他的愛戀和幻想被日復一日地消磨着，直到殆盡。婆婆的葬禮在一片指指點點的非議聲裡辦完，我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到醫院。穆冬雪，你有完沒完？整天胡言亂語，給我發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消息還不夠，現在都跟蹤我到醫院了。梁家旭陰鸷的斥責聲很突兀地響起，我抬頭看到梁家旭抱着一個小男孩，身旁的葉希正親昵地挽着他的手臂。這個男人明明是我的丈夫，是我兒子的爸爸，如今卻跟別的女人、別人的兒子站在一起，親密無間的，不是一家人，更像一家人。見我沒吭聲，葉希笑着說：“冬雪，你別誤會，今天家旭哥陪瀟瀟去滑雪場，瀟瀟手心不小心擦破了皮，這才陪我們來到醫院，連婆婆的葬禮都不參加，原來是陪初戀的兒子滑雪了。”我心寒地攥緊拳頭。梁家旭，他只是擦破了皮，你都緊張地抱他來醫院，可我們兒子出車禍住院都快1周了，你連看都沒看一眼，你的心怎麼就那麼狠呢？你演戲上癮了，還出車禍？就你這蹩腳的謊話，以為我會信嗎？還有，葉希已經答應了我的求婚，他的兒子自然就是我的兒子。至於你兒子，梁家旭冷酷地睨着我，我從來沒有承認過。他說着，看向我身後的目光忽然一怔，我順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是我的兒子梁星，他腦袋上纏着繃帶，臉色蒼白，黑黑的眼睛裡滿是淚水。我心痛地抱起他，想帶他離開這裡，他卻拽住我的衣袖，執拗地盯着梁家旭，問：“爸爸，你為什麼抱着別人的孩子？”梁家旭應該是沒想到梁星真的受了傷，下意識地往我的方向邁了一步，但他懷裡的蕭樂摟住他的脖頸，突然哭鬧起來：“梁爸爸，我的手好疼，你快帶我去看醫生好不好？”梁家旭回過神，溫言細語地安慰了蕭樂幾句，然後皺着眉對我兒子說：“不准再叫我爸爸，只能叫先生，下次再叫錯，別怪我罰你。”說完，他護着葉希和蕭樂快步離開。兒子眼淚支撐不住地從眼眶中滑落，整個人失魂落魄，像被人拋棄的破布娃娃。媽媽，原來先生也會那麼溫柔地哄人，可他從來都沒哄過我，也沒抱過我。我的眼淚差點沒憋住。星星別難過，先生給不了你的，媽媽給你。哄了兒子好半晌，
他的情緒才穩定下來。媽媽，我明天出院，先生會來接我們回家嗎？即便梁家旭又一次傷害了兒子，兒子對他依舊抱有期待。我看着兒子，就像看到了曾經的自己。我沉沉嘆息一聲，梁家旭，有良心這樣乖巧懂事的兒子，你何其有幸，偏偏你不懂得珍惜。我在兒子期盼的目光下，給梁家旭發了一條短信：明天星星出院，你能來接我們嗎？可以。梁家旭罕見地給了我答覆。一旁的兒子看到這條消息後，蒼白的臉上露出一抹笑容。媽媽，先生的心裡是有我的，對不對？我不忍敲碎兒子的期盼，輕輕應了一聲。聽着兒子雀躍的歡呼聲，我內心十分複雜。這些年以來，失望的次數多了，我已經學會了不對梁家旭抱有任何期待，但兒子顯然還沒有學會。我摸了摸他的腦袋，只能對梁家旭寄予一絲小小的希望。兒子睡着後，我拿出記事本，把剩下的7次機會劃掉一筆後，又劃了一筆。今天梁家旭沒來參加婆婆的葬禮，消耗掉1次機會，拋下傷心的兒子，護着葉希兒子離開，又耗掉1次，現在還剩5次機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兒子就醒了，我給他調了他最愛看的動畫片，往常他都看得很認真，今天卻心不在焉的，時不時地往門的方向看去。我知道他是在等梁家旭。星星，你先在病房裡等先生，媽媽去給你辦理出院好嗎？兒子點了頭之後，我拿着手機去護士站結賬，結完賬，辦理完出院，我又把住院的行李都收拾起來，看了眼腕表，已經中午11點多了。半小時前我給梁家旭發去的消息，到現在都沒有收到回復。我心裡清楚，這次梁家旭恐怕又要失約了，一直都是這樣。我和兒子永遠都在等他，卻總是等不到他。我已經可以淡然對待，但期待了一上午的兒子卻控制不住地傷心起來。他低落地問我：媽媽，護士姐姐今天給我打針的時候，我都沒有哭。星星今天真的很乖，為什麼先生還是不喜歡我？為什麼他還沒有來接我們？我愛憐地摸摸他的頭。媽媽再給先生打一個電話，如果他沒接，我們就自己打車回家好嗎？好。我打開手機，準備給梁家旭打電話，卻意外看到了葉希剛發的朋友圈，是一張照片，照片的背景是一家餐廳，梁家旭、葉希還有他兒子3個人帶笑的臉湊在一起，看起來是那樣的溫馨幸福。葉希還配了文：公司很忙，但他依舊請了1天假來接我和兒子來高檔餐廳吃飯。我很感動，他真的是一個好丈夫，也是一個好爸爸。我看得眼睛一陣刺痛。這家餐廳是兒子一直求梁家旭想要他帶他去的那家餐廳，梁家旭總拿自己忙沒時間為借口，一次又一次的推脫。今天卻請假帶了葉希和他的兒子一起去了。我諷刺地笑了笑，愛與不愛的區別，梁家旭用行動表露得很明顯。在兒子伸過頭看到這張照片之前，我快速摁滅了手機。兒子用小手摸了摸我發紅的眼睛，很懂事地問：媽媽，先生他是不是有事來不了了？我很想用殘酷的現實清楚地告訴兒子，你的爸爸不是有事，不是沒時間，而是把時間拿來陪別人的孩子吃飯了。但是我不能，小孩子的心靈很脆弱，我必須小心翼翼地守護，為他擋去作為爸爸的梁家旭給他帶來的一次又一次的傷害。先生他今天太忙，媽媽帶你回家好嗎？兒子沉默半晌，才說了一聲好。我抱着兒子坐在出租車上，看着窗外快速倒退的風景，默默地想：梁家旭，
你只剩下4次機會了，距離我和兒子離開你又近了一步。在家裡又休養了一段時間後，兒子跟我說，他想他的小夥伴了，想回學校。我帶他去醫院複查了一下，確定沒什麼大礙後，帶着兒子去了學校。剛好趕上學校的夏季運動會，老師在比賽開始前，為了鼓舞士氣，表明贏得名次的同學會獲得豐盛的小禮物。小朋友聽後都興奮地歡呼出聲，躍躍欲試。陪伴在他們身邊的父母也在為他們加油打氣。兒子牽着我的手，豔羨地望着那些被爸爸媽媽環繞着的小朋友。星星，媽媽給你報了100米的短跑比賽，你待會也要加油哦。兒子點了點頭，然後有些失落地看着我。媽媽，別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，我也想要先生陪。我疼惜地抱住他，哄道：先生他太忙了。所以我的話還沒說完，就看到兒子的視線突然定格在了某個方向，是梁家旭。他的出現引起了一波小小的騷動，畢竟是經常上報紙和新聞的青年才俊，公司即將上市的 CEO， 這不是梁總嗎？這種大人物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你還不知道吧？據說梁總的兒子也在這個學校上學。在一陣陣議論聲中，我看到葉希抱着他的兒子肖樂站起了身，在很多家長和小朋友羨慕的注視下，走向了梁家旭。你來了，我和瀟瀟一直在等你，瀟瀟還特地給你留了位置，快來這邊坐下吧。他們3人落座後，有人湊上去恭維：梁總，原來您兒子跟我家孩子一個班級呀，真是太巧了。這位是嫂子吧？嫂子長得可真漂亮。葉希羞紅了臉，不好意思地趴到梁家旭的肩膀上。肖樂傲氣十足地跟周圍的其他小朋友說：我沒騙你們吧？我的爸爸是大總裁，以後你們要是敢欺負我，我讓我爸爸收拾你們。梁家旭一臉笑意地跟周圍人寒暄，我在一旁看着，覺得既諷刺又心碎。被我擋在身後的兒子突然衝上前，大聲喊道：肖樂在騙人！梁家旭的視線落在了兒子身上，他似乎沒料到會在這裡看到兒子，目光頓了一下。我在心裡冷笑，也不怪他驚訝，畢竟他從來沒關心過兒子的一絲一毫。兒子在哪個學校，在哪個班級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這是我的爸爸，不是肖樂的爸爸。兒子伸手想要把肖樂從梁家旭的懷裡拽下來，梁家旭卻擰緊了眉，護住肖樂，十分用力地推了一把兒子。兒子那麼小，哪裡經得住一個大人的力氣？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，手心立刻就見了血。我心痛又憤懣地衝過去：梁家旭，你太過分了，道歉！梁家旭冷着臉，兒子看了他許久，卻意外的沒有流淚。他站了起來，一反常態地揚起笑臉：對不起，你長得很像我爸爸，是我不好，但你不是我爸爸。說完，他主動牽起我的手離開。轉身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努力露出微笑的那張臉上，濕乎乎的，全是淚。我心裡的傷痛再也抑制不住。我蹲下身，把我的寶貝小心翼翼地摟進懷裡。媽媽放在心尖上疼寵的寶貝，愛護都來不及，怎麼就被別人這麼狠心地傷害了呢？還有3次機會，此刻的我甚至希望這3次機會能快點被消耗掉，這樣我就可以帶着兒子遠離這個總讓他受到傷害的男人了。星星，你剛才說什麼？梁家旭攔住我和兒子離開的腳步，神色複雜地盯着兒子，像是從來沒想過那個不管被他怎麼忽視、怎麼傷害，卻依舊對他充滿父子之情、喜歡黏他的兒子，有一天會主動否認他是他的爸爸。兒子沒有回答梁家旭的問話，他把頭深深地埋在我的懷裡，
不願意被梁家旭看到臉上的淚。我面無表情地抬眸：梁先生，比賽開始了，我和兒子要去玩遊戲了，別人還在等你，你還是趕緊走吧。我能感受到梁家旭站在原地，盯着我和兒子看了很久，但我已經不在乎。接下來，兒子很認真地參加比賽，像是在跟某些人默默較量，但我和兒子只有2人，在很多項目裡都不佔優勢，到底比不過3人合作的。最後，梁家旭帶着葉希和蕭樂贏得了第1名。台上，他們一家3口拿着獎牌和獎品，開心地留影紀念。台下，兒子坐在我的懷裡，沉默地看着我，嘆氣，心疼地遮住他的眼睛，不願他被髒了眼睛。親子活動結束後，我去了一趟老師的辦公室。等我領着兒子到停車場時，看到了在那裡等候多時的梁家旭。星星，你不是最喜歡玩具手槍模型了嗎？我帶你去買好嗎？兒子最喜歡的玩具是消防車，從來都不是什麼手槍模型。喜歡手槍模型的大概是葉希的兒子吧。我勾起唇，笑得諷刺。不過這還是梁家旭第1次提出帶兒子買玩具。兒子曾經不知道幻想了多少次爸爸帶他買玩具的場景，如今肯定很難說出拒絕的話。果不其然，兒子一改剛才的低迷，臉上揚起驚喜的笑容。他剛準備撲進梁家旭的懷裡，就聽到梁家旭再次開了口：今年下半年有一個去京市做交換生的機會，聽你們老師說，你考試回回都是第1名，就把名額分給了你。兒子臉上的笑漸漸僵住。瀟瀟想當這個交換生，長長見識，所以我就讓老師把你的名額讓給了他。反正你成績好，有的是機會，明年你再去，行嗎？梁家旭用着商量的語氣，卻已經做好了決定，根本就沒有給我們拒絕的權利。我和兒子瞬間寒了心。兒子讷讷地問：可是老師說這種機會太少，明年要是沒有交換生名額呢？梁家旭皺眉：梁星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瀟瀟在小縣城裡長大，比起你，不知道受了多少苦，現在只是想要去京市長長見識，就這一點小小的忙，你都不願意幫嗎？你看上的東西就必須得給你，不給你就成了自私。我哪能看着兒子受辱不管，反唇讥笑道：梁家旭，你這歪理我還是第1次聽說，我真不知道你和葉希怎麼就這麼厚颜無恥呢？梁家旭沉下臉，陰厲地凝着我：兒子跟着你只會變得小肚雞腸。還有，我警告你，再讓我聽到你胡亂編排葉希和蕭樂，我會讓你知道是什麼後果的。兒子攔住一臉怒色的我，對梁家旭說：我願意把交換生的機會讓給蕭樂，但是我不准你傷害媽媽。兒子擋在我面前，他的身體小小的，但格外的堅定，我看得心裡又軟又苦。梁家旭臉色轉暖：只要你們聽話，我是不會傷害你們的。走，我帶你去買玩具。他想牽住兒子的手，兒子卻背過手，飛快地躲到我的身後。他看向梁家旭的目光，像是在看會傷害他的洪水猛獸，再也找不到一絲的如沐之情。我不要玩具了。梁家旭第1次從兒子的眼中看到了害怕，他愕然地僵住身體，一時間竟有些不知所措。他蹲下身體，平視着兒子：星星，你怎麼？話還沒說完，他的手機就響了。這是他為葉希設置的專屬鈴聲，所以沒有絲毫猶豫地接通了。葉希帶着哭腔的聲音從話筒裡傳來：家旭哥，瀟瀟吃壞了肚子，哭得很厲害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你可以帶我們去醫院嗎？梁家旭神色緊張，哪裡還顧得上我和兒子，轉身就往自己車旁跑。他為了別人，又一次丟下了我和兒子。
梁家旭，你只有2次機會了。婆婆的頭七很快就到了，我一大早就帶着兒子到了街上。婆婆生前最喜歡百合花，我想給她包1束鮮花帶去。推開花店的玻璃門，正要出去時，正巧碰到了牽着兒子準備進來的葉希。冬雪，真的好巧啊！你也來這裡買花嗎？每次見到葉希，她都跟沒事人一樣，笑臉迎我。我每次都不得不感慨，她的臉皮真夠厚的。是梁家旭的初戀又怎麼樣？說到底，也只是一個見不得光的小三而已。我沒興致跟他虛與委蛇，越過他，看向跟在他身後的梁家旭。今天是婆婆的頭七，如果你還有點良心，就去看看婆婆吧。葉希插話：冬雪，我知道你不喜歡看到我和家旭哥在一起，但你也沒必要編造這樣的話來欺騙家旭哥吧。再說了，伯母身體一直康健，怎麼可能突然就去世了呢？他朝我揚起一抹得意的笑。後天是我兒子瀟瀟的生日，買完花，家旭哥還要跟我一起去布置瀟瀟的生日派對呢。我們就不跟你閒聊了。梁家旭，我有沒有騙你？其實很容易查清楚。我接二連三對葉希的忽視，讓他的臉色很難看。我在心底冷嗤一聲，繼續對梁家旭說：你只要去怡富院一趟，就能查看到婆婆的死亡記錄，或者直接跟我去婆婆的墓地看看。梁爸爸，我不准你去，這個阿姨肯定是騙你的。蕭樂霸道地抱住梁家旭的腿，梁家旭一臉寵溺地彎下腰，將他抱進懷裡。好好好，我今天哪裡也不去，只陪咱們瀟瀟布置生日派對。梁爸爸，你對我真好，你是梁爸爸的好兒子，我不對你好，對誰好呢？見梁家旭這樣不信我知道多說無益，乾脆拉住兒子的手離開。我意味深長地盯着梁家旭，希望將來有一天，你不會因為今天的決定而後悔。梁家旭睨了我一眼，冷漠地說：沒有什麼比給瀟瀟過生日更重要了，所以趕緊收起你那拙劣的手段吧。先生，你是不是忘記了，後天也是我的生日？一直保持沉默的兒子在踏出門前突然發問。梁家旭被問得一愣，他確實不知道後天是我兒子的生日，因為每年兒子生日，他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回不來。兒子最後看了他一眼，關上門和我一起離開，只剩1次機會了。梁家旭，如果你把握不住這最後1次機會，我和兒子會立刻從你身邊離開的。祭奠完婆婆後，我和兒子回了家，吃過晚飯，我正在輔導兒子做作業。梁家旭罕見地回了家。星星，快看爸爸給你買了什麼玩具。這是他第一次在兒子面前自稱爸爸，臉上掛着前所未有的溫柔和寵溺。我以為他是因為今天傷害了兒子，所以感到愧疚，才買來禮物彌補兒子的。但接下來的對話讓我對他的無情和刻薄有了更深一步的見識。梁家旭，星星，爸爸送了你禮物，而且我還允許你以後都可以叫我爸爸。叫梁家旭爸爸是兒子盼望了很久的願望。兒子眼睛澄澈地看着梁家旭，我以後真的可以不叫你先生，叫爸爸了嗎？梁家旭點頭，當然，爸爸怎麼會騙你？他頓了頓，繼續說，只是你需要答應爸爸一件事。兒子天真地問，什麼事？以後讓蕭樂做你的哥哥可以嗎？我聞言將兒子擋在了身後，皺眉問他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被我打斷。梁家旭很不悅，葉希的前夫死活不簽離婚協議書，他雖然答應了我的求婚，但是目前沒有辦法跟我結婚。葉希的意思是不想讓瀟瀟沒名沒分地跟在我身邊，怕別人說閒話傷害到瀟瀟，所以我想讓你暫時認下樂樂當大兒子，
我心底的憤懣瞬間湧上來。你無恥！我指尖顫抖地指着梁家旭，我絕對不會認下蕭樂當兒子，更不會讓他當我兒子的哥哥，讓小三的兒子認在我的名下，還要壓我兒子一頭當大兒子，這分明就是對我和兒子的侮辱。我無恥！梁家旭冷笑一聲，理所當然地指責道：“5年前是你鳩佔鵲巢，趁人之危才嫁給我的。這個位置本來是屬於葉希的，你霸佔了這麼多年，現在只是讓你認樂樂為兒子，你都不願意嗎？當初是葉希一走了之，梁家旭主動問我願不願意嫁給他的。我犧牲了5年的青春時光，付出了5年的全心全意，如今只換來他對我鳩佔鵲巢、趁人之危的謾罵。我看着他冷酷無情的臉，突然像脫水的魚一樣，失去了與他辯駁和吵架的力氣。曾經不管我對他的愛戀、期待、失望，亦或是怨恨，都在這一刻煙消雲散了。從此以後，他是他，只是一個從我們的世界徹底出局的人了，跟我和兒子再也沒有半點關係了。我們最後鬧得不歡而散。梁家旭摔門出去後，我把兒子抱在懷中，輕輕擦拭着他臉上的淚。星星，我們給了先生10次機會，現在他全都用完了。媽媽，那我們離開先生，離開這裡吧。我把關於我和兒子的東西都收拾進了行李箱，那些不好帶走的，我都打包丟進了垃圾桶。等忙完一切，我沉默地打量着這個生活了5年的家，冷冷清清的，已經看不出絲毫我和兒子生活過的痕跡了。既然決定離開，那麼就走得乾乾淨淨。我的工作在半個月前就辭掉了。親子會那天，我去老師的辦公室，也給兒子退了學，飛往 A 市的機票也提前買過了。原來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經預料到了這一步。第2天一早，我和兒子拉着行李箱去了飛機場。登機前，我給梁家旭發了最後一條消息：把離婚協議書簽了吧，以後再見就是陌路人了。發完，我把他的聯繫方式全部拉黑，一身輕的上了飛機。爸媽前些年把生意做到了 A 市，距離我和梁家旭以前生活的城市幾千里。我和兒子打算以後就定居在這裡。我已經收到了新公司的聘請書，過幾天就會去上班。換了一個新城市後，我原本以為兒子會不適應，會低迷一段時間，但他卻意外地活潑了不少，臉上的笑容也比以前多了。我給他找了更好的學校，他在那裡也交到了新的好朋友。每天放學接他，他都像小雀兒一樣圍着我，嘰嘰喳喳地講述在學校這一天都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情。星星，姥爺給你堆了一個小雪人，你快來看看喜不喜歡。我和兒子剛到樓下的小花園，就看到了我爸正把一根胡蘿蔔往小雪人的鼻子上插。兒子鬆開我的手，跑向我爸，眼睛亮亮地盯着小雪人。快把姥爺給你拿的手套戴上。星星喜歡什麼小動物？姥爺再配星星堆一個小動物好嗎？好，我最喜歡跟姥爺玩了。我爸被兒子誇了一句，臉上頓時笑出了褶皺。我忍不住拿出手機，拍下了這溫馨的一幕。冬雪，我沒想到梁家旭會來這裡找我，更沒有想到他會以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出現。你來這裡幹什麼？這裡不歡迎你。我爸在我說話之前，一臉氣憤地對了梁家旭一句。當初我跟梁家旭結婚這件事，我爸第一個站出來反對。他覺得梁家旭這個人太薄情，絕非我的良配，但拗不過我，只能被迫接受了我嫁給梁家旭的事實。再加上我這些年被他忽視、冷落，過得一點都不幸福，我爸看在眼裡，對梁家旭就更看不順眼了，所以從來不給他好臉色。
梁家旭抿了抿乾澀的唇，喊了一聲：“爸！”別，我可擔不起你這一聲爸。我爸一把抱起兒子：“星星，走，我先帶你回家，改天再玩雪。”他們走後，小花園裡只剩下我和梁家旭。我覺得我們之間應該沒什麼好說的了。我主動打破我們之間的沉默：“冬雪，我錯了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再也找不到一件屬於你和兒子的東西。我忽然就害怕了。”我的目光落在滿是白雪的枝頭上，沒有接他的話。這些日子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：你和兒子對於我來說，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存在。你們早在不知不覺間住進了我的心裡。這話我聽得惡心，斜睨着他：“你愛的人不是葉希嗎？”他頓了頓，才說：“葉希的前夫來找他了。5年前，葉希一聲不吭地消失。我一直以為是我媽介意葉希的身份，所以從中作梗，逼迫她離開的。沒曾想，原來她前夫是煤老闆，給了她100萬的彩禮，她毫不猶豫就撇下我，嫁給了別人。後來她前夫生意破敗了，她才帶着孩子回過頭來找我。一想到這些年來，我怨恨我媽，連一聲媽都沒叫過她，我就心痛得不能自已。我對不起你和兒子，也對不起我媽。梁家旭向來高傲的頭顱第一次向我低下，他悔恨的眼睛一片通紅，雙手用力地揪着頭髮，祈求道：“我已經失去了我媽，我不能再失去你和兒子了。冬雪，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嗎？”他急切地舉左手發誓：“我保證，這次我絕對會對你和兒子好的。我會給你們一個幸福的家的。”梁家旭，婆婆臨死前求我給你10次機會。我目光無波無瀾地放到他身上，兒子也捨不得你，所以即便我已經遍體鱗傷，我依舊答應他們，給了你最後10次機會。我每說出一句話，梁家旭的臉就慘白一分。他震驚地與我四目相對。在察覺到我對他再也沒有任何愛戀和期待後，他的眼淚終於流到了臉上。10次機會已經夠多了，但是你一次也沒有珍惜。我和兒子都已經沒有跟你繼續過下去的勇氣了。離開吧，不要再來找我們了。說完，我不再理他，轉身上了樓。那一晚，寒風刺骨，雪下得格外大。梁家旭在路燈下站了整整一晚，都沒有得到我的半分憐憫和回應。他終於意識到，因為自己曾經肆無忌憚的傷害，他已經徹底失去了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寶貝。後來，我聽說梁家旭在婆婆的墳前跪了3天3夜，被人發現的時候，他已經昏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醒來後，他把名下大部分的產權都轉給了我，說是給兒子的保障。我不傻，所以沒有拒絕。再後來，聽說葉希的前夫死活不同意跟他離婚，他欠的一屁股債，理所當然的也有葉希的一份。那些討債的債主一個比一個兇殘，葉希沒錢還賬，只能去求梁家旭。可惜梁家旭不留情面地趕走了葉希和他的兒子，任由他們百般祈求，他都不為所動。據說葉希和他兒子遭了不少罪，為了還債，他前夫甚至把他賣去了聲色場所。不過這些已經都和我沒關係了。兒子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市的重點初中，我和我的爸媽為他舉辦了升學宴。看着兒子臉上燦爛的笑，我知道這些年他雖然沒有爸爸的陪伴，但在我和姥姥姥爺的照看下，他也長成了如今這般陽光自信的好少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。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